前阵子菲律宾选出了新的总统，结果却让外界一片哗然，甚至有人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象征着菲律宾人欢迎独裁者，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菲律宾大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5月初，菲律宾大选落幕，绰号邦邦的小马可仕跟现任总统杜特地的女儿莎拉分别以高票当选了正副总统。而这个结果虽然跟先前的民调差不多，但还是让外界蛮震惊的。因为邦邦的父亲老马可仕是过去恶名昭彰的独裁总统，所以很多媒体就说这次的选举象征着菲律宾威权主义的复辟。有些选后分析还指出，有很多的菲律宾人认为老马可仕是菲律宾英雄，而他们想要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政治强人来领导国家，而不是所谓的民主自由。菲律宾人难道真的不想要民主自由吗？到底他们为什么会选独裁者的儿子当总统呢？在开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看电影或纪录片来了解各种不同的故事或议题吗？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广告哦，因为我们要大放送免费序号，让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够在家轻松的欣赏电影。Giloo 是一个台湾的线上影音平台，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展片、知名得奖电影，包含像是纪录片、剧情片等等，非常的丰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影片主要都是以主题影展和议题来做分类，所以观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挑选不同深度题材的电影，拓展视野。那现在 Giloo 上面有我们最新一波的志祺七七私房片单，是经过精心挑选团队成员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电影。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注册会员并使用专属序号，就能够免费观看私房片单里面的所有电影，一共30天哦。菲律宾现在的制度是总统每6年一任，而且不得连任。另外，正副总统是分开来投票，所以正副总统隶属不同党派的现象也还蛮常见的。比如说，现任总统杜特地跟副总统罗布雷多就分别属于保守派还有自由派。那这边要说明一下菲律宾的政党很多又常分裂，所以国际媒体为了方便区分，就会依据各个党派的施政风格跟结盟关系，使用保守派还有自由派这样子的统称。好的，那话说回来这次邦邦的主要对手就是罗布雷多，他以前是为人权律师，这次主打改善教育跟福利、消除贫穷的政策参选。有趣的是，他2016年参选副总统的时候，主要对手就是邦邦，后来他以微小的票差险胜，保住了自由派的一席之地。不过这一次就是保守派的大获全胜了，因为邦邦不只打败了宿敌罗布雷多，更以将近60%的得票率当选，而且他的搭档莎拉杜特地还以更高的得票率当选了副总统。很多人认为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过去扮演的角色很重，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老马可仕的独裁历史。之前我们做过一支影片介绍邦邦的妈妈曾经的第一夫人伊美代，里面有提到她挥金如土，到处买奢侈品的事迹。那她之所以可以这么的挥霍，就是因为老马可仕在1965年当选总统之后，贪污了据说快100亿美元，还被金氏世界纪录记载为史上最大的政府贪污案。而在他的治理之下，菲律宾的经济也远远的落后邻国，人均 GDP 更在1980年代初暴跌，同时贫富差距等等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此外，老马可仕还以威权的手段打压所有反对自己的声音，甚至颁布了长达9年的戒严令，让很多无辜的人莫名的被牵连入狱。后来反对派的领袖被暗杀，加上经济萧条，让民间不满的声量越来越高。而1986年，马可仕又在总统大选当中舞弊，民众的怒气才整个爆发，几百万人上街抗议，发起人民力量革命，而政府跟军方高层也纷纷倒戈。马可仕一家只好带着一堆的财产连夜逃到海外，才结束了老马可仕长达21年统治。有着这样子夸张的历史，菲律宾人怎么还会愿意投票给另外一个马可仕呢？刚刚说的这段历史，不管是威权恐怖、贪污腐败，或是经济萧条，在外界或是罗布雷多的支持者眼中都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但是这几年间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历史开始在菲律宾流行起来，认为老马可仕时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早在几年前，马可仕一家就开始用过去的金钱跟人脉来洗白声誉，为东山再起铺路。而到了这次选举，网军跟假新闻又更加活跃了。有统计指出最近菲律宾有90%以上的假资讯都是有利于马可仕。
式的。而另外，选战期间，邦邦完全不出席辩论会，很少接受采访，只积极的运用 YouTube 等等的平台来造势，并宣扬父亲的丰功伟业。而他这些宣传主要就是针对使用社群媒体的年轻人，因为在菲律宾有将近60%的投票人口年龄在18到41岁之间，他们多半没有经历过戒严时期，也就是说，他们怎么看待历史会是决定这一次选举的关键之一。而选后的分析认为，邦邦的策略正中核心，因为比起威权历史，很多选民更在乎的是充满社会问题的现况，所以向往着他口中那个菲律宾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那除了这段历史的诠释之外呢，很多人认为这次选举当中不得不提的是邦邦马可仕跟莎拉杜特地的总统2代组合。在菲律宾，家族政治非常的普遍，而且存在已久。有学者呢就把这些长年以来把持政权的豪族称之为是政治王朝。简单来说呢，这就有点像是古代群雄割据家天下的状况。各地豪族呢凭借着庞大的资源，一代接着一代执政。而这种政治王朝的起源是西班牙人在殖民菲律宾的时候，为了方便统治跟传教，积极的拉拢各地的首领，任命他们为地方行政首长，给他们优惠和特权。而这个模式延续至今呢，就变成了菲律宾政坛几乎都被各大家族给垄断。根据2019年统计，菲律宾大概有80%的省长，还有70%的国会议员都是豪族出身。这样的状况虽然会有官官商户助长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对底层的民众来说，这些握有资源的豪族也可以是一个稳定的窗口，提供他们有感的基本服务。那这次选举的一大关键呢，就在于豪族的结盟。有着高民意基础的现任总统杜特地决定退休，把政治事业交棒给女儿莎拉，而莎拉则决定跟邦邦结盟参选副总统。这2强联手就激起了西瓜效应，让很多保守派跟中间派的豪族纷纷助阵力挺。反观是要终结政治王朝，让公民参政的罗布雷多就更加的势单力薄，也更难借着他的理念杀出重围。更何况许多菲律宾的选民呢，早就对于自由派口中的这些理念失去信任了。选战期间，邦邦说过，如果推翻马可仕真的是正义，那菲律宾人之后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好？这句话说出了许多选民的心声。他们认为，在老马可仕之后的民主政府，嘴里面高喊着改革进步，却照样霸道贪污，也没有能够改善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感受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因为在革命之后，局势非常的混乱，继任的政府还是延续马可仕的策略，用高压的手段来打击叛乱势力。而更影响人民观感的是，在老马可仕之后，又有2任的总统被指控贪污，同时政治王朝这种根本的结构问题也没有真正的被改革。其实当初那些为了反对马可仕而凑在一起的势力，大多呢也是地方豪族，他们彼此之间还会互相斗争。而此外，很多民众也批评自由派的政策太理想，但效率不好，选举时提出了改革，到最后常常不了了之，根本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这种种因素加起来，就导致了很多菲律宾人对于自由派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感到失望，转而渴望一个政治强人来领导国家。所以2016年杜特地上台之后，即使铁血的作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支持度还是一直高居不下。保守派的声望在杜特地上台之后有增无减，其中一个因素是2016年选举期间酿成的撕裂。当时很多自由派支持者都称呼杜特地的支持者是笨蛋选民，或骂他们是懒得查证，对假新闻照单全收，还不断的强调要再教育他们。而这6年之间呢，许多媒体跟知识分子谈到马可仕的再起呢，也会说民众善忘、缺乏历史教育等等。很多保守或是中间派的选民就认为这些自由派的精英在对他们说教，对于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非常的反感。那在今年的选战期间呢，罗布雷多的支持者其实也意识到这件事情，因此发起了挨门逐户的运动，登门造访对方阵营，试图用对话来消弭鸿沟。但最后这个做法并没有让罗布雷多赢得选举，但也显示出双方阵营的撕裂确实是菲律宾近年来的一大问题。那话说回来，虽然这次邦邦大获全胜，但菲律宾内内外外的各种纷扰也是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外界普遍认为，目前等着邦邦的最大难题就是疫情下的经济问题和美中对抗下的外交难题。在 COVID-19 疫情之后，菲律宾长时间的封锁和严格的检疫措施，让国内的经济活动一路停摆，重挫了各行各业。那虽然去年经济有稍微的回升，但还是比疫情前要差。那面对这个问题，邦邦选前并没有提出很具体的政策，只有说会继续深化跟中国的友谊，增加经济投资，并且会延续杜特地的建设再建设计划。而这个计划的部分资金呢，就是由
由中国一带一路贷款提供的。那虽然邦邦自己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他的外交立场，但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之下，很多人认为他上任之后菲律宾会更加亲中，并且疏远美国。不过菲律宾跟中国之间还有南海争议这个牵动菲律宾国人情绪的敏感议题，所以也有一些国际局势的学者推测，邦邦基本上会延续杜特地的外交路线，就是冷处理美国，但继续维持合作，尤其是军事上面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国则是谨慎应对，虽然不太可能放弃主张南海主权，但还是会尽量的避免跟中国有直接的冲突。在研究这次菲律宾大选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在全球很多国家在选举时遇到的困境都很类似。早在几年前就有一些学者警告，怀旧主义正在席卷全球，只要人们对于现状不满，他们可能就会向往过去，甚至美化以前的历史。那有些政治人物就可能会趁机获取利益。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纪录片当中，邦邦的母亲伊美代说过，真相不是真的，看法才是。在听了当下，我们觉得这个人真荒谬，独裁者想要带风向扭曲历史，竟然还这么的大言不惭。但如果我们把他的名字遮起来，只去看这句话，就会觉得其实完全没有说错。因为对于很多民众来说，历史、真相或是正义这些名词都有点太抽象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正义，影响人们判断这些的标准不但非常的复杂，而且还很浮动。当一个人掌握的资讯不同，或是生活状况不同、心情不同、年纪不同，那他的记忆、他所感觉到的真相或正义可能就会不一样。但相对来说，当下的看法或是情绪，这些都是非常确实有感的东西。当人很急着想要去改变的时候，去指责他不在乎历史、拥抱独裁者，通常很难改变他的选择，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撕裂。而当大家撕裂了，要坐下来一起沟通，或是一起往前进，可能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们觉得，后来罗布雷多阵营发起的哀家逐户运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尝试。但这种沟通通常都会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跟努力才会收到成效。那这个部分会不会为菲律宾带来一些改变，就让我们继续观察看看吧。那么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如果一段你非常笃定的历史被人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读，你会怎么做呢？找证据给他看了，尽力说服他真相是什么，也确保他不会把错误的讯息给传播出去。听听看他的版本，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也许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随他去吧，这不单只是用逻辑跟证据就能够改变呢，他爱怎么信就怎么信吧。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菲律宾大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菲律宾独裁者夫人伊美代以及假新闻产业。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